接下来有请肖像画乐队，看能不能搞成什么样。这首歌还不错啊。我们选这首歌，这首抖音的比较火的一首歌。我们其实听这种类型的歌也比较少，一方面想要去试试不同类型的音乐，一方面其实也希望提香可以破个圈。走吧，我们去接老肖去公演。走吧。哇，帅气哦！你好，新月，请说。放首歌。好的，播放音乐。好帅啊，这个功能。要给我们投票啊！要给我们投票！太键盘了。对啊。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这公演舞台，然后这次又有了一个新的伙伴加入到我们乐队。今天我没有那么紧张，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能吹到海风的夜晚很舒服。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享受夜晚，享受音乐。那些歌谣都在指尖绕，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白饭里无处逃，文字却抹不掉，触不可及就刚刚好，日久天长让人恼。那时滚烫心跳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地跑，火也慢慢烧，再无激荡的波涛，也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微笑。那时滚烫心跳曾无处遁逃，像一团烈火燃烧，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地跑，火也慢慢烧，再无激荡的波涛，也不在梦里飘摇。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微笑。白月光在照耀，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微笑。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就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微笑。
你是不是吃醋了？我吃醋了。给吗？给就对了。好，我们给。好，给。机票你们给，就要都给吗？肖老师太可以了。安可结束，请锁票。哇，肖像画乐队，哇，太棒了！萧敬腾，你太帅了吧！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做什么。你那刚才高音的那个，帅吗？我是蛮紧张的，我真的蛮紧张，比我自己个人演出还紧张。对，因为我今天跟阿利普说，帮别人你更不能失误，所以就很紧张，我自己很紧张。很能体会萧敬腾说的。会有一点紧张感，就像我之前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一个人 solo 的时候，好像胜负心也没有很强，就觉得做好自己就好了。但是当你成为成员当中的一个螺丝钉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定要全力以赴的感觉，然后要帮助大家把舞台呈现到最好。然后我对于刚刚的这个表演，就是觉得很有能量，然后我也是给票了，对。开始我猜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不会选这个歌。我是觉得不管什么风格的音乐，就是你不喜欢它，总有一些人在某个夜晚得到他的慰藉，然后陪伴他度过了一些比较难过的夜晚。没错，我觉得改编很好啊，让我也对这个歌有了新的看法。这个真的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在街边走路绕都绕不过去的一首歌了。这一次提香和肖老师的改编，虽然它在听感上变得更大气，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更给人一种清新的海风的感觉。所以我们3票呀。我觉得这个歌，萧敬腾老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歌手，表现得非常专业。就像刘柏辛刚才说的，这首歌是一个感觉走到大街小巷都绕不开的歌曲。其实今天晚上听了，我还是没有绕开，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也没有说什么太多新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又一想，然后我觉得改编这种事儿吧，就是得让自己表达出来，也不能老跟原曲比，不然让我们这些人让他们去改编也没什么意义了。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这首歌我没听过原曲，就今天晚上他们的演出，说实在话就是没有打动我。可能我个人的听歌的方向比较 hard rock 那种类型的，就是像这种旋律线特别的明显、特别的直接的就没有打动我，所以说我没有 anchor 你，大吉我没有 anchor。不过。He said no. 还没等哦。在一起。不过，我特别喜欢提香的鼓手大吉，我们在一起很久了。啊不，It's okay. 不，就是在一起聊天很久了，就是我们2个聊天就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对话。但他们之前呢，他们在第1期的出演的《重生的后的自我》那首歌，我是特别喜欢的。包括我中间休息的那一天回家，我还把这首歌分享给我的妈妈听了。我妈妈也特别喜欢你，大吉。我有 ankle。那按照我自己的听音乐的习惯，我可能之前不会就是主动去听这首歌的那个版本，但是今天我觉得提香给这首歌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新的外衣吧。然后我终于听见萧敬腾的现场了。你比在一支乐队表现要好，因为你这次终于唱了。在我们一支乐队的时候，为什么不唱呢？我有唱呀。和今天可以比吗？就是那时候唱少一点。其实我就在旁边，然后就是合唱合音这样子就可以了。对，这次萧敬腾他其实主要就是想让我们提香把音乐的部分做主，然后他其实就是在一个辅助。其实我想让他自己 solo 一点，他都说不要，然后只是一直在给我垫和声，他就还是给了很多的劲儿在背后推着，所以还是挺放松的一个表演。
有靠谱的键盘手助阵。那就让我们看看肖像画乐队得到的票数。448票。不错。不高吧？第一名是你们这么多人没投，他还是高。Play so hot。喝个雪碧吧。透心凉就是爽。接下来有请喵汪合唱团到上场口做舞台表演准备。当时拿到歌单以后，我一眼就锁定了这首歌。你如果把它前半段歌词跟后半段歌词隔开来看的话，它前半段有一种呼唤的感觉，所以我们就由这个出发点，把它做成一首呼唤爱的一首歌曲。我们这首歌从大调变小调，然后还有很多旋律的节奏的变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耐听的作品。哎，这段很酷啊！趁瘦瘦不在这个时间，赶紧再编一个鼓，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排了。对，干嘛你们？哇，你们才来啊？排练啊？跟你没有关系，拜拜。快去准备了，赶紧准备。Hello， 哥哥。嗨。我们这次人比较少。哎，真的，怎么就这么点人了？对，货不对版是吧？上次看感觉人挺多的，每次公演就少一个人，2个民乐的老师都不在，所以这次我们想玩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东西。咱们这个歌呢，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歌词我其实只取了它前面一半，因为咱们不是把它改小调了吗？把它的副歌也拓宽了，就改成一种呼唤的感觉。就是很多事儿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微不足道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它就可以去改变，就可以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很多隔阂，有一个人间大爱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所以就希望到最后有一种呼喊到声嘶力竭的感觉，然后就有一个喘息的感觉。好，再进一个。那我觉得就你喘就行了，就说不喘我也喘，但我就不这个了。对，这是已经精疲力尽的那种感觉。好，明白。咱们在表演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感觉。好，但是我来喘。就是这首歌，我觉得主要还是医师的作品。我希望这首歌大家看到的不一样的医师，然后会是一个没有那么多民乐，然后比较沉稳的一个医师。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打破大家的偏见，打破这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所以需要人多一点，力量大一点。春去春回来。
要你愿意，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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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愿意。我的心藏在蕊中，恐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牵引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度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欢有几何？春去春回来，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花谢花会再开。春去春回来，春去春回只要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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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愿意。让我们滑向你的心海。这最后这大气结尾牛卡，他是假 solo。安可结束，请锁票。喵汪合唱团怎么样？我现在还晕着，因为刚刚一上台就中暑了，然后我就到后边去了。我讲一下这首歌吧，就是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父亲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也是他教我唱的。所以我在改编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它不是一首情歌，其实它是在讲我们人与人之间，或者是很多事情会有很多的隔阂，会有一些成见和偏见。只要你愿意，你去打破这些偏见，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对，所以一切都不重要，只要你愿意，花会一直都开着。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谢谢。小龙，那你参与多吗？基本上就是他们 demo 就很好，然后给我发来的他们的彩排的那个音频，我也觉得很好。我就说你告诉我要唱哪个部分，然后我们要怎么配合就好了。我安可了，因为这首歌今天我看到了医师很不一样的一面。今天没有方言，没有民间乐器，然后汪苏泷老师也唱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那个爆发力，我觉得很棒。我有 uncle 了，我是把这一票投给我觉得完全把这首歌打碎的这样一个改编吧。我觉得龙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跟他们配合的，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好了，所以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对，我也是给了这个勇气，不在意别人心中期待的那个花心的那个眼神，然后肯定的唱出来。我觉得这个勇气我就安可了。然后我还想再安可，就是我们的吉他手
中间在前奏中段的 solo， 然后还有一些穿插，都有一些吉他 solo， 是在这个舞台我认为很珍贵、很罕见的，所以我给了安可。确实烧到心里去了。我没给这个票，原因是我觉得如果是花心的作者，可能会不太同意这样的改编。我觉得这个典型改编过度，就是花心这首歌几乎全部是五声调式，只加了个西，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五声的。它带给人的那种明媚、那个光芒，完全被小调彻底搞没了。我觉得这个是太过度的改编了。说实话，作为我来说，我完全不接受，因为你们唱的都很好，你们技术没问题，所以这也是我在这儿觉得啊，一直左右为难的。作为摇滚乐来说，可能破坏一点什么东西是需要这个能量的，但是有的时候技巧太过分的时候呢，也是觉得哪里不对。总之这首歌我觉得完全是过度改编，然后把歌原有的魅力没有了。对，是的，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改编。我们选择这样的改编的话，其实是出于我们的考虑，就是我们一开始，首先第一个时间是非常紧，第二是我们有个共识，就是说我们觉得改编应该还有大幅度的改编才是真正意义上面的改编，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确定了这种形式的话，我们决定对整个包括旋律、整个结构、整个这个描述的东西，而且我们这改编的话，也是对原来歌现在想诠释的这个内容是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提炼。然后合唱团，我在下面他们排练的时候，我有听，我觉得蛮好的，他们唱得很好。可是，在台上的时候，竟然没有留一个口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对，所以我是觉得也好像没有起到特别明显的作用。他们的歌是确实是太满了，我刚听了1分钟左右就太满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喵汪合唱团得到多少安可票。喵汪合唱团获得了374票，请喵汪合唱团回到安可区落座。苗哥，没事，扶着点啊。龙哥，唱完了，没表现好。没有，哪没有？就是玩没事。就是我们的改编就是会改编比较大嘛，那这个就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是很正常的。对，我帮我们做到就可以了。现在，请挖池子乐队去到上场口做舞台表演准备。这首歌我之前是没有听过的，主要是乐队才刚刚起来，都还没过时。因为知道池子大概能唱嘛，然后我们我们排练的时候在群里问了一句，就是确认了一下，问池子是不是五音是不是都全，然后他经纪人好像就是把这问题划过去了。没有，我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他是发了一个音频给我们听的，然后是一个极具实验性的作品啊，对，确实是比较金属了一个唱法，对。我要你，你怎么不走了？给了这样一个反馈以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想把池子性格里面那种认真的那部分虐待吧，就是挖掘出来。挖掘。我们把排练那种状态录一下，等下发给池子，好吧？来，我给他剪一下，把头跟尾去一点。池子，我们排练视频发给你了，你看一下。回了，哎，他回了，回了，加油啊，大宝贝！大宝贝可以。哎呦！这个你看到吗？池，先看须知，先看须知。我给你们带咖啡了，我给你们买了咖啡粉。哦，你好爱我们，你先看嘛，你先看嘛，你先看嘛。好，咱们开始争吵吧。
开始实践一下第2条。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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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你这个军鼓啊，我跟你说，来吧，当头一棒的感觉，也确实是，经常迟到，也经常迟到。对，我们咖啡也源源不断。对对对，一个互利共赢的一个感觉。咖啡永动机。互利共赢。现在教一下你那个，就是组合键的那个钢琴，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的主和键。对 ，OK。我们编的那个思路就是跟着旋律走的。OK。所以你唱什么，基本上你都能找到那个音。比如说 ，OK。第一个是这个。OK。雨，对吧 ？OK。第2个是一直下个不停，然后这3个摁下。其实这2个是一样的，就8度音嘛。第一个是。抖拉，到时候给你贴几个贴纸吧，我觉得比较快一点。记完后面的又忘了前面。我觉得他可以的，他可以的。我觉得这样分工吧，就是先让他先学会唱，然后再把乐器加上。他会唱啊？不，先听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哪里有问题，唱的部分有哪里有问题。对，唱哪有问题？那也行，那我们就先合一遍。这个东西得死磕一段时间才行。可以可以。池子可能得用点力啊。用点力。释放一下，感觉没死，还能释放。对。打开，把自己打开，池子。打开。对。那个按钮，叮。那个 button 要往上提。OK。其实挺紧张的，就不知道该干嘛，然后还给我分配了那个键盘的部分，就更紧张了。我说我这个脑子可不可边唱边弹，可弹不了。我说。我发现一个你可以提升的地方 ，OK， 是这里。你弹琴的时候，可以右手等左手下了再放。我看你刚刚弹的是这样的，就是很钝。反正就是你中间的时候不要松太快。OK， 然后试试。对，就是这样。这样。OK。可。好。其实我就选到人上台，其实比较惊讶，因为我实在是啥也不会。他们就说，就是不要有那种临时凑合在一起随便搞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想让我真的融入，就是这真实的状态吧，比较平等的那个对待，就是他也不是去照顾你啊，去怎么样，但是大家就是一起练。一起好好的完成这个作品。一直下个不停，灌满着空空的努力，也没有人在意。森林没有人哭泣，我们怎么能不高兴？所有的事都离去。
去，再没有人提。我觉得唱的蛮有感觉，就是唱蛮有感觉。因为我在 KTV 我有感同身受，好就好，但是一定要带感觉。池子怎么样？爽吗？爽，演完了大汗淋漓，挺开心的。主唱和键盘手是吗？对。蛙池为什么会选他呀？是因为他最好最听你们话吗？不是，是我们一起选了那个《过时》这首歌，走进了同一个房间，成为了一条绳上的青蛙。我感觉池子应该跟我们相处的还挺开心的，因为就是我们不希望是以蛙池加池子这样一个形式来演出，因为感觉不太能融到这个歌里面。不是1+1这样的一个数学的公式，而是1×5这样子。但是蛙池其实比较欺负你，因为乐队男生女生在一起非常非常难，是因为主要是那个调的问题。其实选择让你上来，等于用一个女调让你本来就不是一个职业选手唱，事实上是有一定难度的。狮子哥，你之前不是做了鼓手吗？你这一次做主唱加键盘，你觉得哪个更挑战性一点？我觉得都挺难的，因为其实做鼓手在后边，我个人感觉啊，大家可能还看不到，还没那么紧张。你做这个前面啊，不是说你，就是我自己。上次做鼓手，我觉得就是大家也看不太到，我可能不用那么紧张。但是这次要站到比较前面，然后又要唱，其实压力挺大的。我觉得责任会更重一些吧。对于我来讲，比鼓手更有挑战性来讲。我听说蛙池有给池子写一封300多字的信，是这样吗？列了几条那个，其实重点就是那个第1条，就是迟到要请喝咖啡这样子，喝挺多的。因为我们好像其他人都没有写一封信来对新的合作成员表示这么多有浓度的感情吧？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连结啊？其实好像也不是情感浓度吧，就是定个规矩。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嘛，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根据我们之前做排练啊、做演出、做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就是可能会发生到的问题都想了一下，然后列出来，告诉他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这样子，这样合作会快一些。其实那条其实不是最关键的，我觉得第一次看到这个，我感觉他是真的把你当乐队的人在对待，我觉得这个点让我比较出乎意料吧，就是他们也没有在说敷衍这件事儿或者这首歌，这个点我觉得特别的不一样，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在你们刚刚的表演中，我也能看出来，其实大家真的是有在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不是1+1这个概念，而是大家真的在一个新的 team 的这么一个想法去做这个舞台。我刚才看了那个蛙池写的那个信，我还是有一句话想跟蛙池说，我觉得你们太过严肃了。其实你们总说不要谁谁谁加谁谁谁这样的方式，你觉得这个不够摇滚。我还是特别想说一句，如果摇滚乐有它固定的模样那一刻，它就是要死了。它必须是未知的，必须有10000种可能性可以去尝试的，所以我真觉得有时候不用太过紧张。你们刚刚站到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一站在那里就很有团魂的感觉，但是前面那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有一些拘谨不够开。我个人比较喜欢他们后半段更加 enjoy 的感觉。我是没有给票，对，我是更喜欢后半部分，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对，虽然我刚刚感觉前半段有点感觉是蛙池，好像在给池子圆梦计划的感觉。
但是后面池子走出来之后，整个状态就是很放，反正快乐开心，你有给我到快乐，我就给你 uncle。谢谢谢谢。我们团队是一共6个人，然后我们有3票，然后我是投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人中暑了，在抢救中，所以他默认的就投了1票。蛙池是我一直就很喜欢的一个乐队，然后我觉得今天加上池子是，很不同的感觉。谢谢。我只有1票，那我给了，那我就是喜欢蛙池，我就是要给，没有办法，对。然后我觉得池子也是让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用心做每一件事儿的人，跟我在台下看见的你完全是2回事啊！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对，谢谢谢谢。我少说2句啊。首先我觉得池子老师前面的演奏还是非常深情的，我个人觉得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说可能唱的不好，我觉得这是属于个人特色吧。对不起，我没有安可你们，那个。如果池子老师打鼓的话，我就安可了，谢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蛙池子乐队得到了多少安可票，请出票。蛙池子乐队获得354票。请蛙池子乐队回到安可区落座。现在5组新选音乐人的最新番位排名已全部产生，第1名是东林春乐队，第2名是力士和刘伯欣 Les 的力士新乐队。第3名是我们雨神萧敬腾和提香的肖像画乐队。本次爱舞台公演排名 Top 3的乐队，可获得有虾米音乐出品、大麦主办的2021虾米音乐节的登台演出机会。很遗憾，我们第4名的医师汪苏泷的喵汪合唱团和我们第5名的蛙池子乐队将无缘爱舞台的奖励。但是也很感谢你们今晚精彩的演出，希望你们在后续的赛事中继续加油，给他们尖叫声好吗？好的，今晚的爱舞台赛段就结束了，请大家转场爱舞台 After Party， 丰盛的美食已经在等待大家了。也感谢各位草莓新人今天的陪伴，下次在户外相遇就是草莓星球来的人季中超级草莓舞台的现场，大家一起期待。再见，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长楼海洋王国海底餐厅，大家吃好喝好。吃吧，有人吃了。是。饿了。我给你调一杯。来吧。快来，野芒是不是一下放松了？对呀，赶紧吃。来，我切开了，你们来。叔叔给切肉。狮子，你今天上台的时候，我贼有一种鲍勃·马利的感觉，你懂吗？你本来留着这头发，你在那儿那个样子的时候，我得去力士那个。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被开除了，去吧。你怎么能这样？吃完这顿饭就别联系了。就虽然我们解散了，但你也不能这样。辛苦了，今天表演的太帅了，特别辛苦你们了。他在模仿你，来演示一下。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大家今天辛苦了，今天的结果我觉得非常开心。开心，很开心。来，力士星，感谢，今天太棒了，哇塞！
不过真的今天一上台感觉就炸了。但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决定改编了嘛，那就是他就是会有一些人听得没那么习惯，一定是这个结果。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演得挺过瘾，对，我觉得到位了就行了，就是挺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表演我很喜欢力士的，力士很好，我很喜欢他们的表演，他们今天表演特别好。接下来要发布一条重要的消息：草莓星球复活赛即将开始。在之前的赛段中，遗憾出局的选手将有8组带着必胜的决心卷土重来。他们的歌曲准备充足，复活赛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那么，让我们一起期待这8组回归的战士吧。哪8组了？医师在呢。你先给人送走了还行。失忆了。我想白纸山回来。对，白纸山和户。复活突围赛即将开启。你話你唔靚仔，之後 every 復活的 young blood in my head。Strawberry star we coming。让我们欢迎5条人带领复活吸血乐人登场。表演顺序，现场随机抽取。本阶段只有1组吸血乐人能成功复活。他的音乐征服了我，对，非常能打动我，舒展的一个感觉，就很舒服。我还是给这个，抱歉啊，这是我个人的。阿茂，我还没问阿茂，我不知道阿茂给多少。我不，我想这个阿珂。我们2个大脑。要不你们暂停半个小时，我们先打一打呀。这2个嘉宾太好玩了。我1分都没给，对，因为我感觉是2首歌。你一唱，我觉得有点脱离了，跟那个音乐融不到一块。我可以没有音乐，但我必须要有他们。大家好，我是胡啸春的主唱平三，贝斯手刘亚波，吉他手李涵予，鼓手聪聪。我们乐队除了我们贝斯手，我们3个都是99年的，来自于甘肃省张掖市的。张掖是一个特别小的城市，它是一个5线城市。我从来都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来自5线的城市的人而感到丢人，因为舞台是我们的一个出口。胡啸春他们身上有劲儿，就是西北人的那股劲儿。我在野孩子、在舌头身上都能听到这样的一股劲儿。我们的体内都有一股内劲，我们在台下特别的收敛，但是在台上呢会比较疯一点，就和台下是2个人啊。有一句话我忘说了，就是西北有的不光是戈壁，还有沙子，还有我们啊。就当时是我和我的鼓手在一起组乐队，我和鼓手是发小，和吉他手呢，也认识很长时间，就是他要找到我们，他就问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组乐队，我说可以。然后后来呢，就到了上高3的那一年，当时我就给我们鼓手说，就劝了好久，去献音上学。我们鼓手他很想去，然后但是他的父母不同意，后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去了那个学校。然后当时我就很难受，然后后来我遇到了我们贝斯手，啊，他是我的学长，在我上大2的时候，然后我没想到我们吉他手他竟然来到了我们学校，然后我当时就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我就想了想，我说要不要再重新再搞一下，重新再玩一玩。就是聪聪，然后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兰州的一个学校里读一个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说，就如果那个孟浩宇能来和我们一起
继续组乐队那该多好。然后那次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然后去和他说，我说你这样也没啥意思，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北京？然后当时就骗他，我说你放心，你来北京我给你给1万块钱，因为当时我们就是签公司了，会有录音制作费啥的，他就有和他爸继续聊，但是他爸就特别不同意他来这个北京嘛，就突然有一天，就我们在演完出之后，然后他突然过来，开始给我们讲课，然后说了半天呢，他说实在不行就去吧，不行再回来也行。没想到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就去了，就很奇妙。然后后来就是把聪聪真正的给骗到北京来之后，真正的胡啸春也就开始了。我为了能玩音乐来到胡啸春，最大的努力就是去和我爸去做一些思想工作，去和他去商量。就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和我爸大吵了一架，好几天他和我就相互都不说话，就那种。当我来到北京，我爸当时给我说就给你1年的时间。当时这1年过后，我爸看着我们乐队也比较好了，完了之后他可能慢慢就对我，支持度提升了一些。到现在为止，他前段时间老给我打电话，之前打电话都是你在干嘛？完了说吃了没？就是照顾好自己什么。现在打电话就是，现在在干嘛呢？在哪演出呢？乐队咋样了？他先会问一问我，就是我乐队的一些事情，才会去问我最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爸现在可能挺支持我。其实不管我们的父母小时候再怎么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他们都一直在默默支持我们。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该站出来了，让他们看到我们长大了啊，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我们是一支真诚且矛盾的乐队。音乐它是特别公平的，你给他多少，他就给你多少。我为什么要去做多音乐？就是有什么东西我放出来，而不是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如果小众音乐让所有人都去认可的话，都去喜欢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不是小众了，它不就是大众了吗？我们才22岁，26了。哦，他才26岁，这才是我们的开始。谢谢大家，我们是胡啸春。真好，如虎添翼。这边好像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然后我觉得和你待在一起还比较舒服。你跟谁待在一起不舒服？我觉得和亚东老师待在一起，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特别严厉，但是他还是爱我们的，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对，我觉得你就像是我的姐姐一样，我其实有一个亲姐姐的，和你待在一起感觉就像是我姐的那种感觉一样。不能说了，再说就哭了。好感性哦。我已经在这里哭了好多次了，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姐姐，我们那个商量一个队名。哎，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个队名呀？我们还没有队名怎么办啦？这怎么办呀？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肯定是要用你们本来的名字相关的。我觉得东临春其实挺好的。东临春。对，严父姐姐弟弟们。弟弟，好呀。哦，细不细呀？那就这个喽。我都不敢相信我在节目见这个样子。那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来了嘛。
你们今天的这个状况，我可以理解了。沟通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在这个节目里永远都是不会说话的一个乐队。不需要很会说话，会说话就去做主持人就好了，对吧？如果人都是很圆滑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你们就做自己就好了。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行业山洞合作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微博区域同城热搜战略合作伙伴百度指定万达社区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推好剧看好剧剧荒就来看剧王。理想成灰。以后拍我就戴帽子过来了，你早点说啊！雕塑很贵，不要小心小心。好，来把衣服换了吧。好看，炸死了！来吧，展示一下。只要你愿意。这世界很酷。